焦虑？桑老师，这离高考不还小半年呢吗？现在开始焦虑，没必要吧？焦虑？实话实说啊，桑老师，我觉得你这一期的补差侧重点好像有点问题。我没什么可焦虑的呀，焦虑不是他们桃李班该考虑的事儿吗？考不上大学，我就去组乐队，要么去打球，要么去打电竞，最差去我爸公司混日子呗，没啥好焦虑的。我从初一的时候就知道，我与其花时间在处理情绪上，我还不如花时间把具体的问题转化为具体的目标、分数和计划表，然后再去执行就好啦。我说过了，我从来不焦虑，不存在的东西，谈什么应对呢？就清空购物车，还有刷一下小动物的视频，猫猫狗狗啊，还有鹦鹉啊，还有人养那种小猪，带出来遛弯的那种。真的吗？桑老师，你也一样吗？就是吃呗，然后就胖呗，然后就焦虑，然后就继续吃。唉，说出来都是泪。啊，跟朋友在一起，我耀哥，还有葛星辰、赵晴晴，我们几个在一起做点事儿，都特别解压。我觉得你现在挺焦虑的，桑老师。作为一个心理老师，在学校没有什么存在感，焦虑也很正常。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调研上，我觉得你可以多摸摸鱼。凡事不要太较劲，而且在这种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意的事情上耗费全部精力，性价比太低了。你觉得呢？郑倩，星洲工商学院大二。各位同学，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欢迎我们班上新同学郑倩。备注：英语底子好，进步空间大。目标：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2008年5月18日，插班入学。性格不开朗，不喜欢和人沟通，但能看得出来很努力学习。2008年5月30日，入班1周多，学习态度很好，但成绩一直一般，还因性格问题老被同学排挤，是否有干预？2008年6月5日，试用雷老师的方法，为其专门定制了一套合适的学习方案，并同时进行合力开导，尝试让他放下心理负担学习。那么定语从句中的关系副词又有哪些呢？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郑谦同学，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When, where, why？ 完全正确，非常好。
在定语从句中，雷老师，拜拜。Mr. Lei,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郑倩留一下。这个学期智享内部的奖学金我帮你申请到了，过几天就打到你的卡上。你要加油了。行，回去好好复习吧。最近成绩下滑，心思不在课上，礼物有些过度，需找机会说明。郑倩，留一下。雷老师，我们也想留下呀。走啊，喝奶茶去。那我们走了，梁老师，拜拜。刘老师再见。再见。拜拜，咱们明天见。再见。郑倩，你知道感谢老师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就是顺利的考上研究生。你现在是最后冲刺的阶段，再加把劲儿，专心学习。咱们现在是师生，说不准将来就是同事呢。可是，我现在对你，不只是师生的感情。郑倩，我已经说了，你现在是最后冲刺阶段，不要把心思放在胡思乱想上，更不要放在那些绝对没可能的事上，要专注于学习。拿着，拿着。 2008年9月1日，说明后产生了反作用，送礼物讨好的频率更高了，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Treasure time and don't believe in fate. Treasure time and don't believe in fate. 急需对其进行一段时间的冷处理。备注：不确定冷处理是否正确，但可以确定，他的成绩开始回升。你可以抱抱我吗？我最后一个亲亲。对不起，不能。疯了吗你？ 这件事呢，就当做我们之间的秘密。你还年轻，很快就会忘了的。
再见。郁金香永恒花园更新了，你看了吗？不是我的风格。那二人之下呢？看了一半。你不会是喜欢仙界后羿那挂的吧？是，怎么了？没事了，我也喜欢。哎，对了，小王子里面有一句话，当一个人情绪低落的时候，会更喜欢看日落。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一般都干什么？哎，我发现做鬼脸真的超级解压。怎么说？做鬼脸呢，可以给身体其他部分提供可以安全活动的信号，让紧张的肌肉得到良好的信号反馈，心情也就变舒畅了。是桑老师吧？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你加我的第2天我就知道了，8位数的 QQ 号，80后吧，偏要加我，还写自己18岁，有点刻意。这2个多月一有机会就给我进行心理疏导，不是你还能是谁？行吧，好一个狼人自爆。你不会删了我吧？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小号的？咨询室门口的树洞箱，你以为只是摆设啊？里面的每一张小纸条我都会仔细看的，而你一共丢进去4张，每一张的署名都是 Hanahudo， 法语里小狐狸的意思。我就顺藤摸瓜，加了你呗。那只蝴蝶活不了了。我小学的时候，记不清具体是几年级了。我去上奥数补习班。那天下课之后，太阳还是很大。我走在路上，正好碰见了同班同学。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在一起玩一只蝴蝶。他们用刀割掉它一只翅膀，看着它痛苦挣扎，然后再剪掉另一只翅膀。蝴蝶没有翅膀之后并不会马上死，所以我冲上去跟他们理论。
然后呢？被打了一顿，很惨的那种。然后他们走了，我就陪着那只蝴蝶，看着蚂蚁慢慢包围它的尸体。所以那天你在悬崖上罩住的，不是那只蝴蝶，其实是你自己。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也一直在伤害你自己，就像当初那帮孩子伤害那只蝴蝶一样。你也试图救过，但失败了。所以尽管你吃药，或者通过自我伤害的方式去疏解，但在你最深处的潜意识里，你还是会觉得已经没必要自救了。如果那只蝴蝶，它自己就不想活，要怎么救啊？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这样的瞬间吧，多多少少的，或真或假的，都会出现这种我不想活了的念头。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妖魔化它，而是应该找到正确对待它的方式。其实那个时候，每天都很累，身上痛。我试过所有的药，但只能管一阵子，而且副作用很大，发胖、嗜睡。发胖我可以锻炼，但嗜睡不行，困了就不能再做题了。你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念头是什么时候啊？高一吧。高一出过什么大事儿吗？都是好事儿啊。我全校第一，考进了民英。我爸收购了一家公司。我妈生了我弟弟。你和你弟弟感情好吗？我跟他不熟。那你有没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他的存在并不会分走我父母对我的爱，他们对我的期望一直很高。你什么时候把我的视频删掉？我给你布置个作业吧，去做几件你以前从来没做过的事儿。比如去和你的父母聊天，但不聊学习。比如主动陪你弟弟玩一会儿。比如去看一部你以前绝对不会看的电影。比如干脆旷一天课，去做一天不是活在别人期待中的沈瑶。至于那个视频，哦，对了，如果你遇见了一件让你特别生气的事儿，一定要发火，知道了吗？发火？对，就是发脾气、生气、愤怒，就李然那样。有事求问问你爸，今天你过生日，晚上回来吃饭。能不能不去啊？大才女，要不再来一首《肖邦》，这是你和阿浩的定情曲吧？这次班内模考发挥的不错，下次月考有机会再回年级里。语文只考了132，应该还有进步的空间。年级第一，你到哪儿去了？人家李然念的是陇海，学竞赛的机会都没有，现在分分钟超你。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没那么想要二胎，
是你爸。说家庭教育，一个培养失败了，还有 B 方案。你知道吗，沈耀？抑郁的人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他们熄灭了自己内心的怒火，他们决定不愤怒了。他们觉得愤怒会让自己失控、失态，从而暴露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他们害怕暴露了真实的自己，会失去身边人的爱。我希望你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情绪。不晓得这就是为什么，不晓得这是为什么。爬那么高，那么高的楼，得多疼。所有的贺卡落款都是正钱，只有这张。Desperate sunsets， 绝望的落日，是博尔赫斯的一首诗。这个网名的重合率不高，我在全网搜了一下，重点筛选注册地在新州，08年之后不再发文，女性用户等等，然后找到这张。这是一个博客小号，只发过1篇文章。用了上锁的模板，需要密码才能打开。我试过了，解不开。所以，他给老雷这张特殊的贺卡，是不是他想让他去找他的博客？看我干什么？我怎么可能知道密码呢？喝点水吧。你知道吗？你不在的这几天，他们几个为你忙活的呀，都能去考警校了。我觉得密码一定是跟老雷有关系，是吧？你们觉得呢？拿着。就算是为了他们把你当朋友了，好好想想，有什么线索？学生和老师永远不能成为朋友，这话不是你的本意。
桑老师，你知道我经常会幻想些什么吗？我在想，如果我消失了，他们会怎么样？会抱头痛哭吗？我爸会跟别人说，其实我儿子特别优秀，特别棒吗？我妈会想念我吗？她会看到什么东西都想到我吗？我真的在想，如果我消失了，他们会不会更珍惜我一点？不会的，因为他们有 B 方案。其实我现在一点也不讨厌我弟弟了，反而我觉得他比我还要可怜。他刚刚3岁，学唱歌，学英语，学习滑冰刀。这些课，等他长大后只会越来越多。他会比我快乐吗？我不觉得。那你有没有想过，成为你弟弟的榜样呢？今天的作业啊，当你再碰上让你觉得悲伤和愤怒的事情时，试着尽量去把注意力转移到识别自己的情绪和想法上。你可以记录一下是什么事情导致了你当时的情绪，可以记录自己的心境，这样能够帮助你去更理性地分析自己的感受。你也可以去做一些舒缓情绪啊、转移注意力的事情。你比方说，撕纸、吃辣、捏冰块、撸猫、撸狗、撸各种可爱的小动物。但你要相信我，与其害怕失去它们，你更应该害怕的是失去你自己。视频我已经删了。你要是有任何想倾诉的，随时都可以走进这个房间。谢谢。桑老师，这幅画是什么？哦，那个就是一个网络头像。怎么了吗？我觉得你把它贴反了，而且那个人需要马上转介医院。什么意思？这幅画应该这么看，他不是在飞，他在跳楼，他不想活了。李老师，你好。当你看到这篇日记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密码是我遇见你的第一天，你能打开，说明你还记得。谢谢。遇到你之前，我的生活里只有念书、我妈、魏无事，以及假装一切都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浑身酸痛，找不到疼痛的根源。我每天每夜睡不着觉，在黑暗中挣扎，看着表盘数秒针，一圈一圈的，难熬至极。其实，我以前就计划过自己的死亡，也写过遗书。因为我没有勇气再走下去了，但每次看到我妈那么辛苦，我就想，
我还能为他再坚持一下。我偷偷去过几次医院，医生都说没有问题，就是学习压力太大。然后我就在网上问，有人说可能是抑郁引起的，有个病叫抑郁症，症状和我很像。我觉得很奇怪，抑郁不是心情不好的意思吗？为什么是个病呢？我不敢跟我妈说，因为药不便宜，她已经很辛苦了，说了你理解不了，我只能自己硬扛，想着考上研究生，也许换个环境就好了。去志想上课之后，我依然身处黑暗，我依然在挣扎，依然在逃脱，时不时会犯病。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只有2件事可以暂时让我忘记痛苦，一个是成绩好，一个是见到你。如果没有你，我可能早就放弃自己了。你不仅关心我的学业，还一直鼓励我，给我自信。我知道，志想从来就没有奖学金，你给我的奖学金都是你自己掏的。你说我能选一个更好的专业，说以我的成绩完全没问题，未来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梅老师，如果，我是说如果身边的人能够理解我这种病，如果大家对这个病的恶意没那么大，如果我能早点知道我是生病了，不是懒，不是脾气差，不是没出息，如果我能早点吃药治疗，我会不会有勇气活下去？我不知道，梅老师，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想去怪任何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也有过美好的感受，也有快乐的时光，也遇到过像你这样温暖的人，只是不知道是从哪一件事情开始没做好，力气越多，慢慢的就不知道在哪一天开始，我彻底失去了爱自己的能力。唯一觉得对不起的是我妈，只希望她能原谅我的自私。我最后的心愿就是想和你拥抱一下，就当是和这个世界的告别吧。再见，老雷，我们未来见，郑倩。
哎，等一下，楼梯也太难爬了。你看，你送的胸针我收到了，我很喜欢。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啊，以后绝对不要再送我礼物了。邓倩，我能抱你一下吗？就好像一个朋友一样。当然可以。我们班有人得了这个病，那不就是精神病吗？那是要被打的哟。是女的不？这要是被人知道了，那一辈子就嫁不出去了。多接种人远一点，晓得吧？啊，万一被传染了。那天，我要是不说那句话，我要是多看他一眼，或者多抱他一下，倩倩，我怎么会一直不晓得？我怎么会一直就不晓得？最近引发全社会关注的狼尸事件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死者郑某的母亲找到了并公布了他生前留下的遗书。之前被误认为是狼尸的雷某，其实是帮助过他的老师。遗书中还详细写了他被抑郁症困扰的过程。因为当时对抑郁症的无知以及治疗费用的昂贵，他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期。
郑某的母亲也是在遗书中才第一次得知女儿的病情，很后悔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导致悲剧发生。他希望能以他为鉴，不要再让这种病毁了更多的孩子。抑郁症的患者的痛苦和无望是根本没法想象的，而那些的流言蜚语对一个人能造成的伤害更是没有上限。当他变成网暴的时候，就完全失控了。遗书中提到这位雷老师啊，因为这件事被整整骂了10年，人生前途全都毁了。如果让网络暴力大行其道，那我想今天的施暴者就会变成明天的受害者。我们古语不是有句话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吗？那我希望每一个人在网上发言之前都能够多一点理性思考，少一点贸然下定论。我们可能阻止不了那些已经施暴的加害者，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不要成为下一个施暴者吧。中国抑郁症发病群体年轻化趋势非常严峻，但社会和大众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依然有很多盲点和不科学的误解，导致依然有很多学校、老师、父母不重视这些问题。要知道，与年轻人谈论自杀不会增加自杀风险，反而意味着年轻人更有可能因此在需要的时候向他们寻求支持。